终于，特鲁多宣布辞职了。2024年1月6号上午特鲁多在其官邸的门前向公众宣布辞去加拿大总理和自由党党魁的职务。但同时他也宣布已经征求了加拿大总督的同意，将暂时终止加拿大的议会，直到3月24号。关于这个爆炸性的新闻首先有几点背景我们需要解读。第一特鲁多虽然是辞去了总理的职务，但是在新任的自由党党魁选出来之前，他还要继续担任加拿大的总理。那么加拿大的总理是由执政党的党魁担任，也就是说理论上新的自由党党魁在选出来之后将会接任小特鲁多成为加拿大的总理。第二特鲁多为什么要宣布辞职？简单来说就是内忧外困。外困上自由党的民意支持率已经是低到了历史的一个最低点。根据安格斯里德的研究所在2024年12月30号公布的一个调查，目前自由党的民意支持率已经是降到了16%远远落后于保守党的45%，甚至低于 NDP 的21%。要知道即使是在这个党在157年历史上最差的一次选举当中，也就是2011年的大选自由党也是获得了18.9%的选票。如果以现在的支持率进行大选将无疑是自由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惨败。而内忧则是来自于自由党的内部的分裂。那么从2024年中自由党的内部就开始有声音要求特鲁多下台，尤其是在11月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的辞职以及公开的反目，更是将小特鲁多逼上了一条绝路。而联邦内阁也至少有10名部长表示不再参加选举等于是变相的辞职。而自由党作为议会的少数政府一直是依赖着 NDP 的25个席位才能够维系合作了5年之后NDP 在2024年的6月撕毁了与自由党的这个叫供应与信任协议，但却左右摇摆，不肯在议会的不信任投票中扳倒自由党。直到方慧兰辞职事件爆发NDP 再次发出威胁，如果特鲁多不辞职， NDP 将会在下一次议会的不信任投票中将自由党赶下台。所以您看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无论是从任何一个角度，小特鲁多的总理之路已经是走到头了可以说是走投无路。如果硬着头皮继续留任则只能是在1月底的议会的不信任投票中遭到罢免立刻触发提前大选。而现在主动选择辞职，除了能保留一点颜面之外更重要的是为自由党留下一点火种。这也就是我们要说到的第3点背景。特鲁多的辞职并不会直接触发提前大选，他的辞职更重要的意义是让出自由党党魁的位置从而换人去跟伯利治竞争下一届总理的位置。这点上就跟美国的去年的大选有点类似了，拜登也是在跟特朗普竞争无望的情况下进而退选，党内一致推选哈里斯来直面特朗普，所以才会有2024年美国如此激烈和焦灼的大选的产生。而随后的结果两边只是差了380万票对比1.48亿的总统选票可以说最终的结果是非常的接近的。一般来说加拿大的一个政党进行党魁的选举至少需要4个月的时间。但是明显目前的局势并不能给自由党这么充裕的时间。无论特鲁多是否辞职加拿大的议会原定于1月27号在圣诞新年假期之后会复会，而只要议会重新开放，保守党就会联合魁人政团和 NDP 第一时间对自由党发起不信任投票，从而立刻引发大选。而此次特鲁多的辞职可以说是为自由党争取了时间，等于是用重新的党魁选举为理由争取了议会暂停，直到3月24号。所以目前形势最有可能的走向是小特鲁多继续担任加拿大的看守总理直到自由党选出新的党魁，而新的党魁将出任加拿大的临时总理，并成为2025联邦大选的自由党候选人。而3月28号议会将进行不信任投票，如果 NDP 依然选择抛弃这个自由党，那么将解散议会，直接触发大选。而后面的大选何时举行，将由加拿大的选举委员会决定竞选期最短规定是36天，最长是50天。也就是说，大选最有可能在5月的中旬到下旬展开。这里面还存在着2个悬念。一是自由党能否在3月24号议会复会之前选出新的党魁。
考虑到目前的自由党人心涣散啊，接近崩溃的一个局势，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呢，我相信无论如何，这都是自由党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怎么都要放手一搏。而最有可能接任特鲁多的人选呢，我将会在后面再给您做详细的分析。那么再说第二个悬念，就是 NDP。我们假设啊，自由党的新党魁再次与 NDP 达成协议 ，NDP 是有可能再次反水的啊，继续支持自由党，把大选呢拖到原定的10月份。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 NDP 呢是作为加拿大的极左政党，在2019年呢自由党变成少数党之后呢，他投靠了特鲁多啊，帮助特鲁多的少数政府呢维持了一个多数席位，从而获得了政治回报，可以说呢是占尽了便宜。而最近呢 NDP 之所以左右摇摆啊，一方面是自由党的气数已尽 ，NDP 呢不得不及时跳船。但是在另一方面啊 ，NDP 有6名议员要做到2025年的10月27号才有可能领取退休金。自由党政府呢，在2024年的3月呢，提出了一个叫 C65 的一个法案，将大选日期呢从10月20号延迟到了10月27号。有批评者说呀，此举就是为了让80名在2019年当选的议员呢，在2025年大选的时候能够服务满6年，从而领取退休金。而这80人当中呢，就包含了6个 NDP 的议员。所以啊，保守党的伯利治一直在批评 NDP 的左右摇摆，就是既想跳船，又想保留退休金。但是呢，对于这第二个悬念呢，目前 NDP 大概率也不会再支持自由党了。现在呢，所有的民意都在期待提前大选。特鲁多的辞职呢，也是为提前大选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如果 NDP 再逆势而为的话，大选中呢将会输得非常的难看。所以啊，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加拿大在5月下旬提前大选是大概率的事件。那么关键问题就来了，到底谁会接替小特鲁多啊，从而在大选中与保守党的伯利治直面竞争？目前的各方猜测啊，一共是有8个人选，排在第1位的呢，就是前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方慧兰啊，是在1968年出生于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今年呢是57岁。他在哈佛大学呢是完成了俄罗斯历史和文学的硕士学位，并且呢在牛津大学获得了斯拉夫学的一个硕士学位啊。方慧兰的这个人啊，从小就非常具有反叛精神和领导力。他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就曾经组织过学校的一个罢课。另外呢，他身上还有2个标签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他的乌克兰后裔。他的母亲呢是加拿大的乌克兰移民，并且呢是一个人抚养方慧兰长大。而方慧兰呢，显然也是受到乌克兰文化的一个巨大的影响。在大学期间呢，就曾经去乌克兰交换过1年。那么在乌克兰期间呢，还从事了很多揭露当年苏联对乌克兰暴行的一些地下活动啊，从而呢也是受到了克格勃的监视。后来呢也被禁止入境苏联。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加拿大呢给予了乌克兰大量的支持和援助。那么这其中呢，就与时任副总理的方慧兰有着很大的关系。而方慧兰的第2个标签啊，就是媒体人。他从新闻记者做起啊，后面是做到了《金融时报》驻纽约的美国总编辑啊，《环球邮报》的副总编，以及路透新闻的一个全球总编辑。另外呢，他还曾经出版过2本财经类的畅销书，一本呢是讲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的，一本呢是讲财阀的。方慧兰呢是于2013年开始从政啊，当选自由党多伦多中心选区的一个议员，一直到今天。2025年自由党执政之后呢，方慧兰被小特鲁多任命为国际贸易部长。2017年呢成为外交部长，2019年呢又成为副总理，而2020年呢更是开始兼任财政部长，直到今天啊，等于是坐着火箭晋升，成为加拿大的2号人物，更是小特鲁多最忠实的一个副手。方慧兰给加拿大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啊，还是在特朗普的第1个任期啊，当时是重启北美自由贸易这个协定重新谈判的时候，他那时候呢是以相对比较强硬的态度为加拿大争取了一部分的利益，但从此呢也与特朗普交恶啊。方慧兰11月份辞职的时候呢，特朗普还不忘落井下石啊，说他这个人有毒啊，说他的离去呢不会被人怀念。但是呢，无论如何，方慧兰目前是自由党内竞争党魁的头号人选。他在党内的根基呢非常深，
而且呢，11月份的公然辞职呢，也是明显的就是在拆特鲁多的台，从而另起炉灶的一个表现。而方慧兰在自由党所有党魁竞争者中呢，也是民意支持率最高的。根据安格斯·里德的这个民意调查呢，如果方慧兰参加大选，那么将会获得21%的支持率，远远高于小特鲁多的13%。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加拿大能走到今天，方慧兰身上是有推卸不掉的责任的。虽然他在辞职的时候批评小特鲁多的财政政策，但是呢，加拿大今天的经济困境以及巨额的财政负债都跟方慧兰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自由党排名第2的一个候选人呢是马克·卡尼。此人呢，我曾经做过介绍。马克·卡尼呢是一个极其资深的一个金融家。1965年呢出生于加拿大的西北地区，2025年呢就年满60岁了。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经济学本科牛津的硕士跟博士，曾经呢在高盛工作了13年。2008年到2013年呢，哈珀政府期间曾经出任加拿大的央行行长，在2013年到2020年是出任英国的央行行长，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外国人出任央行行长。目前马克卡尼依然是作为各种顾问活跃于英国政坛，并且呢担任一家数千亿美元资金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董事长。另外呢，他还是美国的彭博公司，也就是 Bloomberg 的董事会主席。马克卡尼呢，在2024年的夏天呢，就加入了加拿大的自由党，并且出任特鲁多的一个财经的特别顾问。而后面多次传出呢，小特鲁多邀请马克卡尼入阁，直到11月，特鲁多跟方慧兰摊牌，让方慧兰把财长的位置让给马克卡尼，从而导致了方慧兰的愤然辞职。而后面呢，方慧兰的破釜沉舟也直接打乱了马克卡尼入阁的一个节奏。那么财长的位置呢，最后只能是由从未做过财政工作的安全部长勒布朗来接任。马克卡尼呢，这个人行事比较低调，但是呢，他也必定是有备而来，野心极大。而自由党内部呢，也对他的期望是非常高的。这个人呢，虽然政治经验不多，但是其丰厚的财政经历呢，也让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但是呢，马克卡尼只能是在自由党内有一定的呼声，在加拿大的民众之间的影响力呢还是比较低的，并且呢，他的财政思路与小特鲁多非常的相似，也非常的支持增加碳税。所以即使马克卡尼的财政经验再丰富，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也很难挽回加拿大的经济基本盘。根据安格斯·里德的民意调查呢，马克卡尼的民众支持率目前只有14%仅仅比小特鲁多高了1个百分点。除了这2位最热门的候选人呢，其他有可能的人选还包括现任的外交部长乔美兰财政部长勒布朗、创新部长尚帕涅、刚辞职的住房部长肖恩·弗雷泽，以及前 BC 省的省长简惠芝。我们先说乔美兰乔美兰是1979年出生于魁北克，与小特鲁多呢是同岁，她的法语文化是其非常大的优势。那么乔美兰呢，本科毕业于蒙特利尔大学，硕士呢是毕业于牛津大学，专业呢都是法学。毕业之后呢，她也成为魁省的一名律师。2013年呢，乔美兰开始从政，竞选蒙特利尔市长，但是呢，当时以第2名的一个名次惜败。那么2015年呢，他开始当选自由党的国会议员，并成为加拿大的遗产部长。2018年呢，开始担任旅游、官方语言和法语国家事务部长。2019年呢，担任经济发展部长。2021年至今呢，一直是担任外交部长。乔美兰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她的法语文化和背景。下面我们再说勒布朗这个人我们也要着重的说一下，他呢可能是小特鲁多目前最忠诚的一个左膀右臂。2024年11月份，陪同小特鲁多去美国见特朗普的人就是他。在方慧兰辞职这个财政部长之后呢，勒布朗也是临危受命，从安全部长调任到了财政部长，成为2号人物。可见呢，特鲁多对他的一个信任。要说起勒布朗这个人的政治背景是非常的深厚的，并且呢，与特鲁多一家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勒布朗的父亲呢，叫做罗梅奥·勒布朗。他曾经是老特鲁多的新闻秘书，后来呢，在老特鲁多的政府当中呢，是做了8年的部长，并且呢，成为了参议院的议长，而且呢，还于1994年被任命为加拿大的总督，是一位加拿大非常资深的老政客。而勒布朗家与特鲁多家的关系呢，更是紧密无间。1967年出生的小勒布朗呢，就比小特鲁多大了4岁。
那么据说呢，小时候他还当过小特鲁多兄弟的一个保姆。勒布朗呢，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当选了国会议员，并且呢，在2008年还曾经竞选过自由党的党魁。所以啊，以他的政治资历，在目前的几个竞争者当中，可以说是最资深的。但是呢，他同特鲁多的亲密的关系，既成就了今天的勒布朗，同时呢，也有可能是他竞选总理的一个巨大的抱负。下面我们说创新部长尚帕涅啊，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有点陌生，他也是一名来自于魁北克的政治家。那么于2015年开始进入议会，曾经担任过国际贸易部长、外交部长以及最近的创新科学和工业部长。此人的优势呢，除了是法语之外呢，一些专家也将他称之为加拿大的活力兔子。因为呢，尚帕涅带着加拿大的创新产品呢周游全世界，以销售加拿大制造为己任。由于他的这种商业头脑呢，一些人也认为他是带领自由党重归中间阵营的一个好的人选。肖恩·弗雷泽呢，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1984年出生的肖恩·弗雷泽啊，是所有候选人中政治资历最浅的。他呢是2015年当选议员，2021年呢才入阁成为移民部长，23年呢又成为住房部长。可以说呢，加拿大疯狂扩招临时居民的移民困局就是弗雷泽的功劳。他与方慧兰呢选择在同一天辞职。据报道呢，也存在着竞争党魁的一个野心，但是呢，此君的民意太差，资历也太浅，当选党魁的可能性呢是最低的。而 BC 省的前省长简惠芝呢，一直也有传闻想要竞争自由党党魁，而且呢，已经是在魁省学了几个月的法语。但是呢，他毕竟是在联邦自由党的根基尚浅，并且呢是来自于西部的 BC 省。BC 省啊，在加拿大的联邦政治体系当中呢，权重是非常轻的，所以呢，最终当选的可能性同样也比较低。好了，介绍完所有可能的这个自由党的党魁候选人，其实呢，真正有实力的只有副总理方慧兰、前央行行长马克卡尼、现任的财长勒布朗以及外交部长乔美兰这4个人。但是呢，无论是谁当选党魁，无论是谁来接任那个只有2个任任期的临时看守总理，我相信呢，自由党的颓势已经是无法挽回了。而自由党面对的呢，也不是负面缠身的特朗普，而是民意直线飙升的保守党的伯利治。在自由党治理了10年加拿大之后呢，这个国家面临着经济倒退、移民乱局、人民分裂等等诸多的问题。加拿大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全新的总理面孔，更是需要一个从里到外的改革，回归理性，回归务实。目前呢，各界对小特鲁多的辞职呢，大多数持一个积极的看法的啊。加拿大的各省的省长呢，以及自由党的议员呢，都纷纷发表对特鲁多执政加拿大将近10年的一个感谢啊。美国即将上任的总统呢，特朗普也是第一时间发推，强调呢，小特鲁多是因为占美国太多便宜，在他巨大的压力下而选择辞职的。而且呢，他再次强调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州啊，把这事儿说得越来越真了。而保守党的伯利治呢，则继续批评自由党的执政，并且强调呢，目前的困境跟每一个自由党的政府成员都脱不了干系。而乱局呢，还不仅是如此。面对2个多月的议会停摆呢，所有的立法以及政府的重大政策呢，都将无法推进。尤其是对于特鲁多这样一个看守政府来说呢，目前已经是进入了垃圾时间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要怎么应对1月20号即将上台的特朗普和巨额的关税？要怎么样应对几百万的临时居民以及濒临崩溃的加拿大的移民体系？一切还都是未知数。2025年伊始啊，大戏即将上演。对于加拿大的政局、经济、民生、移民，有太多即将要发生改变，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周再见。